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人。关于之前检察官让警方把嫌疑人的电话收集回来做检查，但是 Grady 跟 Sam 呢拒绝把他们的电话交上去做检查，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警方算是未能执行检察官的命令。Mr. Ajaria 认为警方没有把事情办好，竟然会同意嫌疑人呢不用把电话交上去，所以在7月6号的时候 ，Mr. Ajaria 就去了投诉警方触犯了法律157条文，疏忽或者是不履行职责。Mr. Ajaria 有说关于检察官命令检查被告的手机的原因，是因为检察官可能会看到警方之前检查证据的可信度，又或者是可能诉讼的任何方面，认为这个案件可能不是过失行为，而是谋杀。所以在那段期间，电话里面的数据呢是非常重要的证据，因为能够决定嫌疑人到底会不会被提告。接下来呢，记者就有问啦，如果这个案件是谋杀，是不是代表那2个嫌疑人拒绝把电话交上去给警方的，就是真正的肇事者？ Mr. Ajaria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怕等下被起诉，但是呢，他让大家看一看这些嫌疑人的行为咯，然后再思考看看。7月7号的消息呢，就是巴尼拉在前2天呢已经写信撤回案件了。Mr. Ajaria 说呢，他已经算是尽力做到最好了，但是最后呢 Dangmo 的案件还是被撤回，所以原本定在7月20号的审讯呢就被取消了。在之前呢 ，Mr. Ajaria 有说过，如果妈妈撤回案件的话呢，他们也不能够做什么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利。他还说，如果案件被撤回，88%案件会成为疏忽案，而且诉讼呢也可能会被撤销。同一天7月7号，检察官又再次把审讯延迟到了8月3号。这个案件呢前后总共延迟了3次，从5月27号呢延迟到6月23号，再延迟到7月7号，然后现在呢又延迟到了8月3号。检察官 Supapan 说，延迟的原因是因为有一部分的东西还需要再考虑，然后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啊。这一次呢也应该是最后一次的延迟了。他说原本是打算在这个月里面完成的，但是他们跟被告那里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已经通知了上级。被告打算呈交文件给总检察长办公室，要求加快进行审讯。他说他已经告诉被告延迟的原因，但是如果被告不满意或者是想哭的话呢，那个是他们的权利。检察官也有他们自己的答案，他们不是在特地延迟，他们检察官呢有他们自己的考量。Grady 说他想要成为被告，然后去进行这个案件。他一直被叫去接受审问，对有关当局的人给予合作呢是必须的，但是这些呢都必须跟时间还有麻烦去交换，因为总有外人来插手。这个之后呢，他会使用他自身的权利来保护自己。今天他会向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要求公正的司法，因为在之前呢，他认为司法程序是很快又很公正的。但是现在已经4个月了，他们依然还没有得到公道，而且还被控一些无理的指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Sam说现在最让他觉得疲惫的事情是外人把所有的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他也希望司法系统呢可以对他们船上的所有人公平一点。所以当天 Sam Grady 他们已经把文件呢交上去给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了。Mr. Vivat 讲，当天交上去的文件呢是所有被告的意愿，是他们的权利。当天早上，他们并不知道审讯会延迟到8月3号，所以把文件交上去呢是一件好事，希望可以加快审讯，还有起诉他们，然后证明他们不是犯罪者。我是想说啦，如果没有犯罪的话，为什么需要这么赶？还是害怕事情越拖越久，检察官调查的事情呢就会越多嘞。Mr. Ponsak 说，这个之后呢，船上的人会起诉每个有错的人，他们会起诉2个人。应该就是 Mr. Ajaria 还有妈妈啦，虚假起诉的指控，还有法律181条文，给予他人最高刑事处罚死刑。就在大家都想着妈妈撤回案件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，7月8号的时候呢 ，Dr. Dawachai 就在 Facebook 上面写了，是谁说案件结束了？最有趣的部分呢，才刚刚开始罢了。他的这段话呢，让很多人都好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7月9号的时候，关于 Sam 跟 Grady 去总检察长办公室投诉的这件事情 ，Lawyer Dasha 说呢，这是他们的权利，是每一个人的权利。如果那个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的话，他就可以去投诉。之后记者问这件事情呢，会不会对案件造成什么影响 ？Lawyer Dasha 说是为了加快案件的进度，他们想让案件呢快点提上法庭。如果案件拖得越久，调查的东西就越多，他们就有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指控。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。
但是案件本来不就是要调查清楚的吗？如果有做错的话，之后增加指控，为什么是对他们是不公平诶？这一点我是不明白啦。他说，因为根据宪法跟刑事诉讼法，起诉呢必须快速、持续和公平。被告觉得现在的状况呢是在浪费时间，所以呢是他们的权利。关于电话没有交上去，那个也是他们的权利。我其实是蛮好奇为什么法律是这样子定的。这样子嘛，是那些罪犯犯了罪的话，只要他们拒绝把电话交上去的话，警察就拿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哦，是这个意思嘛？Lawyer Desha说呢，他不知道 Mr. Ajaria 接下来会做什么，但是如果他想要做什么的话，是他的事情。像他这种人呢，不用担心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。他说 Mr. Ajaria 告诉他 ，Mr. Ajaria 不害怕任何事情，所以呢，他认为 Mr. Ajaria 一定找到了生存的方法。同一天7月9号，关于妈妈撤回案件这件事情，Mo Aminah 说，那是妈妈的决定，他们不能阻止妈妈的想法。就算妈妈撤回案件呢，刑事案件依然还是会照常进行的，就让法律去做事。个人而言呢，他并不担心，也认为妈妈撤回案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。这样子做呢，可能会让案件看起来比较轻一点。但是最终呢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寻找真相。他依然相信法律、官员还有法官，但是身为人类，他还是会不相信有些人。他一直都认为证据可以证明一切，还有报应一定会跟上来的。7月11号，关于那条白色裙子已经证明不是 Deng Mo 当天穿的那条这件事情呢，Dana Grip 就有说，这些人的行为呢造成了损失，调查呢需要花很多的钱。不管是谁送来的东西呢，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。如果制造伪证，他们就会去起诉这些人，因为这些行为对他们调查案件造成了影响。Paya 就有讲说，调查的时候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呢这是谋杀案。白色裙子上面的血迹不是 Deng Mo 的，头发也不是 Deng Mo 的，包括裙子上面检测到的矿物质也不属于美男盒的。另一方面呢 ，Waranon 解释了，血迹是一个男生的，而且不是亚洲人的。至于那个血、那个泥也证实了并不符合。他们看过所有的证据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案件呢是谋杀。Assistant Professor Waravi 说，从所有的血迹测验看来，发现到了这个血迹是故意造成的，而不是由伤口造成的。如果还没有实际的发生，就会有证据证明科学是可以解释一切的。隔天7月12号的时候 ，Dr. Bondip 呢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写了，再一次的证明这个案件里面有很多的背景。你的目的不是真理和正义，不要太过情绪化。这块布是一路走来的证据，如果你不做检验的话，你就不会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最有趣的事情呢，是谁特意制造的？他说，在这个案件里面，有很多证据呢是大众认为不可能的。司法部的各个部门应该负责维护一个可靠的系统，不要只因为单单这一块布就这么快的下定论。调查费用的损失不能跟不公平造成的损失相比，大家需要从整体上看问题，才能解决问题。Dr. Bondip 还说，跟案件中检察官内部的变化相比，检察官积极主动地促进正义，那些有利于司法系统的人呢，必须受到尊重，不要再互相谩骂，不要再添乱了，让大家帮忙找到最佳解决方案。最后他也说，佛教的佛法明确指出，谁做了什么事情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每个人呢都有义务去做好事。